欢迎来到教育无所不谈。今天我们有一个来宾 Annie，她呢人在英国，然后是一个11年级的学生。她对于申请有一些小问题。Hello，吴博士好。那我现在是一个这个11年级的学生，然后其实还有可能不到10个月，我就要开始我的申请季了。然后呢，我有一些就是我个人以及可能我身边的同学朋友的一些关于申请的问题，想要来请教一下。感觉这一段时间呢，好像说长它不是很长，但是说短又感觉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但是现在，尤其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嘛，就是这个不确定的因素非常的多。那想请问一下，这个武博士有没有什么小的建议？比如说在这9个多月中，像我们可以去尝试着做一些什么呢？比方说活动呀、标化等等。所以第一个现在好消息是说，我们不需要考 SAT2，所以呢，学生可以有少一个东西去准备。那你也可以看到，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大学越来越不看重成绩，就是标化成绩。当然，你学校的那个GPA 还是很重要，所以那个一定要保持。但是呢，我们会建议你多去开发一些个人特色的东西，比如说他自己喜欢某一项东西，而且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指引他往这个兴趣走或爱好走，所以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特色在哪里，然后呢，根据那个特色，而不是跟风的去跟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去寻找这个答案。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个重要的呢，就是准备你的面试，因为大部分如果我相信 Annie 你也是对这个藤校很有兴趣，对吧？大部分的藤校都需要面试。那我发觉很多学生不是说不够优秀，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展现自己的特色，或者是有一些特点他不愿意说出来，也就是你猜，他希望这些面试官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招生官他们在 review 你的 package 的时候，就忽然就会看到你的闪光点，但是不是这样的，是你要在写的时候，你要在说的时候，就要很不经意的把你做过的一些东西，包括你碰到的挑战，你怎么去解决，你怎么展现你深度思考这些都展现出来。所以呢，我必须说，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12年级再来做就好了，不是现在就要开始做，现在就要开始去写你的大学申请文书，你要去为你的面试开始构思一些答案，然后可能暑假的时候呢，可以开始冲刺，可以开始去做更多的面试练习。谢谢吴博士。那就我的理解里的话，就是一个就是要做自己，找到自己的特长，然后在上面有所发展，就是不用说看哦别人做这个做的很厉害，那我就要去做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吴博士是建议我们可以就是提前开始准备这个面试的这个细节方面的东西，就是像可能大学的面试它并不是一个就真正的唠嗑，其实你是要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把你的闪光点展现给面试官，是这样吗？对的，对的，因为包括我们有学生，比如说他喜欢画画，或者是他喜欢制作洋娃娃，这些都是他们的特色。就是你要去找一个真的是属于你自己 any 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去想我的学校，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公立学校，一个年级可能有几百人，有的学校大一些，可能1000人、2000人都是有可能的。那小一点的可能400-500人，那你是私立学校，可能就100个人。这100个人里面，你有什么是别人没有的？可能不是只是一个东西，而是2-3个东西加在一起是别人没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根据这几个东西去帮你加强，或者是你可以去想怎么样可以加强这些特色。那想问一下，吴博士对于这个面试的准备方面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建议呢？刚刚才跟一个学生沟通完，他什么都很好，就是没有自信。他一直觉得别人比他更优秀，所以呢，他觉得他讲出来的东西可能别人都有，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所以很多时候我的想法呢，或者是我的建议，就是说还是要从心理准备开始，心理建设开始。如果你没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或者是说一个叫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是说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心，你就会觉得我不管讲什么，好像都没有都不够特别，对吧？所以第一个是你一定要先了解你自己特点在哪里。第二个是你要去了解你的学校，比如说你的梦想学校是宾大好了，或者甚至是哈佛，就是我现在后面的这个背景图，你要去了解哈佛它的校训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宗旨是什么。然后呢，你
Annie 是不是符合这个学校在找的一个人。所以你要先了解自己，然后再来是了解学校，然后再来是说你可能要去想一想这学校有什么特色，这些都是你要去准备的。所以你有什么特色，学校有什么特色，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 right fit， 这个在上一集就有讲到。最后不管你做什么都是 about fit。如果这个学校觉得你很优秀，可是 somehow 哪里就是缺失一些东西，那他就觉得你不是一个 right fit。那你也是对吧？你可能很优秀，但是学校也很棒，可是他偏偏就没有你想要学的那个科目，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个实习的机会，这个学校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或你喜欢做研究，它就是没有研究的机会，那这个学校也就不是属于就适合你的这个学校，所以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好的，谢谢吴博士，感觉学到了很多，就这个 fit 感觉很重要。那我这边就是第二个问题呢，就其实就是提到这个申请季3个字，我感觉就是我其实很多人可能立马就会想到那种挑灯夜读的在那里干文书啊，或者是就是如果上知乎上看一看一些大佬们这个申请季的一些材料，就真的会感觉到那种压力山大，就那种 peer pressure，感觉真的，以及整个申请季吧，就会让人感到可能有的时候会很焦虑、很紧张，甚至像吴博士刚刚提到的不自信。但是可能具体的情况还是可能不同的小伙伴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对于有的同学，感觉甚至在正式的开始申请季之前，这些心情可能就已经来了。那感觉这就会对本来就很紧张的申请季呢，就会有种雪上加霜的感觉。那想请问一下吴博士，就是对于在这个申请季里心态上的调整，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这个对于11年级的学生来讲，紧张、压力山大，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了解，说你不是唯一的，而且你有这种感觉呢，都是 within normal range。那你怎么知道你开始不是 within normal range？就是你可能开始睡不着，然后吃不好，甚至你发觉你的注意力开始有下退的迹象，或者是甚至你发现你的动力都已经开始失去动力了，你什么都不想做，懒洋洋的。那这时候呢，就代表说你的压力已经大到你无法 withstand，然后你就开始整个人有一些不同的身体的反应，告诉你说 I need help。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太一样。那事实上，今天我刚刚跟2个同学聊，他们2个人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也很压力也有点大，但是他是用很积极的那个方式去对待。第二个呢，压力很大，大到他现在一下子在做10个不同的事情，因为他觉得我要做越多越好。那大到说他已经不知道哪一个要先做，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或者是，所以我们后来在做的是把他要做的事情全部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来看哪一个是他最喜欢的，哪一个是他看到以后就会觉得我想要逃避。然后呢，整个东西10个东西列出来之后，发觉有5个是他愿意非常积极去面对，但是有另外5个是他真的想都不想，就是碰都不想去碰的东西。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又去分析说，那上面这5个为什么？这5个事实上是非常好的，下面那5个呢，的确对他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需要去找到解决的方式。比如说，如果这个压力是来自于父母或来自于一个老师，那他可能要去跟这个老师说，我很喜欢这个项目，可是因为我现在11年级，我非常的压力很大，我有点承受不住了，可不可以请老师给我一些时间？我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来做？或者是我现在会做，但是我可能做不到你想要的那个标准。那这时候的确可能外界的人，包括父母、老师，如果可以给出一点帮助的话，对学生还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像这位同学，他就说：“哎呀，我想要用压力来 push 我。”但是压力有好的压力跟不好的压力，他一直以为压力就是好的，但是他的压力已经大到变成不好的压力，大到他什么都不想做了。他每天就懒洋洋的，包括我今天跟他说话的时候，头发就是刚起床，然后他就是很累。虽然昨天晚上也睡了8个小时，但是还是很累，因为他睡得太晚了。事实上，我觉得这可能听起来对学生来说不可思议，但是我发觉11点之前睡，对你的整个大脑清醒度还是非常有很大的帮助的。你11点睡，你可能早上5、6点就醒了，然后你再来做一些事情，事实上是更有帮助的。所以睡觉啊，还有包括你吃的，还有包括你做的事情的这种负荷度，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压力。谢谢吴博士的建议，我觉得尤其是就是在自我调节这一块儿，觉得其实睡眠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每天会去忽略它，尤其是像现在，就是我真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12点
感觉就是12点大家都全部都还在线上，就真的很晚睡觉。就是我感觉之后我会去就是劝说我身边的朋友早点睡，不要熬夜。然后，像刚刚我是也有提到，就是说家长啊、家里人。那我最后的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就是那在申请季的时候，像除了这个申请的同学本身，那像周围的人，比方说，就是家长啊，或者身边的人，可以给这个申请季的同学，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是帮助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把重心和焦点都放在学生身上，但是呢，学生事实上也可以想一想，你的父母他们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们有那种叫做无法控制的感觉，就像你开车一样，你不知道这部车它会开得快还是慢，然后你就觉得它可能要失控了，然后你想要去控制它，可是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right？所以这时候，事实上家长的压力有的时候或焦虑有的时候是比学生还更大的。然后他们呢，就把这些压力或焦虑无形之间就传送给学生，因为他可能开始会碎碎念，或者是夺命连环扣，对吧？如果像你在英国，可能家长找不到你，他可能就会一直扣你。那如果你是住在家里面，那可能家长常常来敲你的门啊，或者随时就念你一下。那这时候呢，事实上学生的压力也是很大的，然后就碰到外面来的这种焦虑。有些学生的确会失控，他受不了，他无法承担，所以我们事实上是看到好几个 case 是学生在11年级的时候break down 了。那这种叫做负面的情绪呢，对于一个申请来讲，事实上是很不好的，对吧？你可以想到说，一个人他如果可以健健康康的或者很正常的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现在他是带着很多就是千斤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还要去完成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你可以想象得到，最后的结果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呢，我们会希望或建议家长，可能我们理解你有很多的焦虑，你有很多的压力，可是如果能够稍微克制自己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比如说，你想要说话的时候，喝一口水，吃一口这个苹果，或者是你就出去 shopping，或自己去运动也好。真的有时候多说那么一句，可能你自己舒服了，但是你的孩子可能心情上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造成的结果就不是双方想要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因为是大人，你如果能够调节自己的心情的话，会对你的孩子有更多的帮助，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好的，谢谢吴博士。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就是 teamwork 这种团队合作。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平时上学啊，老师经常会提到，就什么小组合作 teamwork。但其实我觉得在申请季的时候，其实学生跟家长还有周围的朋友、老师，其实大家也是处于一个怎么讲呢？我觉得一个 teamwork 的关系，大家我觉得都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非常谢谢吴博士给的建议。对你讲的这个非常好，的确是一个 teamwork，然后就是看大家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来扮演，才会有最好的 performance。所以呢，这是今天这一期的教育无所不谈，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OK，拜拜。